女人杀了人，男朋友决定替她扛下所有罪责，可是她却转身投入了一个富豪的怀抱。6年时间过去，那女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她的孩子也能自己打酱油了。那个男人也重新获得了自由，为了筹钱给患病的妹妹治病，他成了韩国最有名的男公关，在各式各样的女性之间穿梭。今天他登上了飞往国外旅行的飞机，飞机上有位女士突然病发，她昏迷了过去。曾经是医生的她立刻站起身，准备去施救。经过检查，发现这位女士情况非常危险，必须立即进行放血来治疗。她抬起头来寻找这位女士的家属，没想到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让她魂牵梦绕的面孔。马路和在熙都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重逢。马路询问在熙与那位女士的关系，在熙面露难色，她不敢说出答案，但在马路接连追问之下，她还是说出了那位女士是自己丈夫的前妻的女儿。在熙的话像晴天霹雳般震惊了马路，马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一直挂念着的女人竟然已经结婚了。但此刻她不能有任何迟疑，因为那位女士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随时可能命悬一线。马路迅速整理好自己的思绪，拿出针管准备扎进那位女士的胸口。就在这时，那位女士咳嗽了一声，鲜血喷了出来。在熙吓得不轻，她并不是真的担心那位女士的生死，而是担心如果出了事，自己怎么向丈夫解释。在熙试图阻止马路的救援行动，但马路根本不理他。在这紧急关头，在熙严厉地指责马路，他现在不是医生了。在熙的话如同一根尖针，深深刺入了马路的心。马路注视着在熙，却一时间找不到话来。这就是他曾经甘愿牺牲一切去保护的女人。分秒必争的时间在不断流逝，马路继续认真地做着手头的救治工作。当淤血被一点点抽出后，那位女士的呼吸逐渐变得平稳，她的血压也恢复到了正常水平。马路完成了他的救援使命，他疲惫地站了起来，他没有理会在熙的眼神，径直转身离开了。在熙呆立在原地，不知所措。他想要叫住马路，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那个权利。马路像是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在大街上无目的地漫步。他回忆起与在熙的每一次微小接触，现实却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一天，在熙带着各种昂贵的礼物，还有一张价值亿万的支票来找马路，他想用金钱来做补偿，弥补这些年对马路的亏欠。马路看着眼前这个他曾经成长的地方，心中不禁泛起阵阵伤感。他并没有见到马路，却遇到了一对来找马路算旧账的男女。原来是马路破坏了他们的家庭，他们上门来要求一个说法。在熙没想到马路现在的境况会是这般模样，在熙从马路的朋友那里得知了真相。马路因为坐牢被医院解雇了，他失去了收入来源，为了给妹妹筹钱治病，他无奈地成为了一个牛郎。因为他的妹妹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此时马路的妹妹正在医院里对着自己的哥哥大发雷霆，埋怨他6年前的离开让自己落下了病根，生活变得一片灰暗。妹妹的责怪让马路感到无比自责，他呆立不动，心如刀绞。但妹妹怎么可能真的怪罪哥哥呢？因为在他心中，哥哥是世界上最关心他的人。马路回到家中，发现在熙已经离开了，朋友把在熙留下的支票交到了他手上。马路感到一阵愤怒，他觉得自己遭受了极大的侮辱，他像疯了一样冲了出去，他要去质问在熙，自己在他的心里究竟算是什么。但在熙的身影早已消失无踪。在熙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的继女恩琪挡住了他的去路。他质问在熙为什么要给别的男人那么多钱。在熙感到震惊，他原本想要找借口搪塞，但恩琪手里握着他前往马路家的确凿证据，照片的存在如同铁的事实。尽管如此，在熙看起来丝毫不慌张。他开口说道，他知道恩琪在美国因藏毒被捕的秘密。于是在熙开始威胁恩琪，他警告说，如果这件事被集团的董事会知道，恩琪身为继承人的地位将岌岌可危。第二天用餐时，恩琪向在熙透露，他已经举报了那个威胁他的男人。在倾盆大雨中，马路将那张价值100亿的支票留在了在熙家的大门口，他并没有走进去，因为尽管心中怨恨在熙，他还是不愿打扰在熙的生活。马路万万没想到在熙会再次将他推向深渊。面对如此不知廉耻指责自己的女人，马路的眼神中透出冰冷的光芒，他对这个女人最后一丝幻想也彻底破灭。他记得是因为坐牢导致妹妹的病情加重，自己的前途也因此完全毁掉，仇恨在他的心中悄悄萌芽。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马路被无罪释放。看着床上无生气的妹妹，马路准备开始反击。他首先想到的是在熙的继女恩琪。恩琪是掌管泰山集团的继承人，同时也是在熙进入豪门生活的最大阻碍。虽然恩琪出生在优越的环境，但她总是努力保持善良。在工作中，她总是注意保护那些最底层工人的权益，却总是得不到父亲的认同和支持。只有赛车能让她暂时忘却烦恼。马路精心策划了一场偶遇，他以赛车高手的身份出现在恩琪的身边，两人在赛道上你追我赶，难分上下。突然恩琪的刹车失灵了，他摔下车。马路听到声响后立即赶去将恩琪救下。恩琪从危险中获救后，却急切地要求下去寻找他的布娃娃，因为那是他母亲留给他的最后礼物。马路看着执着的恩琪，决定再次冒险帮他寻找。就在胜利近在咫尺之际，绳索却意外断裂，马路从悬崖跌落，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紧急抢救，他的生命终于脱离了危险，但全身多处遭受骨折。看着昏迷不醒的马路，恩琪不解为何一个陌生人会不顾生命安全来救他。他从小的环境让他相信这个男人一定别有用心，但恩琪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马路救他的那一幕，甚至在纸上不停地写下马路的名字。到了第二天，恩琪买了一块名贵手表，准备送给马路，却在医院得知马路已经出院了。恩琪难掩心中的失落，
他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马路居住的地方，正巧碰到准备外出的马路。出身富贵的恩琪调侃着马路的家乡就像未开化的村落，简陋且荒凉。马路对此不予理睬，转身就走。恩琪趁他不注意，也跟着上了车。无奈之下，马路只得带着他一起走。恩琪拿出那块精心挑选的手表，却被马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马路说他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他还说如果是以前，绝对不会多看恩琪一眼。但经历了一些事后，他看待女人的标准已经改变了。现在他喜欢那些有脾气、眼神锐利如刀的女人。他决定从明天开始追求恩琪。马路的话让恩琪的表情瞬间变了。他想要下车，却发现车已经驶上了高速公路。到达目的地后，马路看到了妹妹的母亲。他正要上前，突然一个男人出现了，对那个女人拳打脚踢。马路看不忍心眼前这一幕，便上前教训了那个男人。女人看见自己男人挨打，拿起扫帚疯狂地打向马路。还好妹妹赶到，及时拉开了他。恩琪目睹了马路受伤的样子，孤单地坐在夜色里，心里不由得涌起了一丝怜悯。就在这时候，女人带着妹妹来到马路跟前，求马路带走她。马路其实很想带走妹妹，但妹妹却不愿意跟他走，她不想成为哥哥的负担。女人则说，在丈夫和女儿之间，她只能选择丈夫，还说是因为女儿才让丈夫变成这样。母亲的冷漠让女孩心寒。恩琪静静地看着这位男人，心中满是同情。第二天，在西质问恩琪与马路的关系，恩琪反问他为什么关心自己的私事，还嘲笑他是不是看上了马路。在西说马路看着不像个好人，接近恩琪一定有所图。恩琪讽刺在西说，这样一来你们就是一路人了，我连你都能接受，还有什么好害怕的？恩琪对在西的不寻常行为感到困惑，他暗中调查，但什么也没发现，因为在西早就将自己的过去抹得一干二净。早上，恩琪和在西同时到公司，在所有员工面前，在西再次展现了他的演技，关心地帮恩琪整理衣服。恩琪对在西的行为不屑一顾。就在这时，恩琪看到了马路，在西跟着恩琪的视线也望了过去，马路却装作没看见，而是直接和恩琪打招呼。马路告诉恩琪，他一睁眼就想见到他，说他已经在这儿等了2个小时。马路最终看向了在西，在西感到紧张，他担心马路会揭露他的过去，但马路却选择装作从未见过他。马路提起在西过去当记者的日子，说自己曾是他的忠实粉丝，他怀念那个正义激昂的记者形象，但遗憾地说现在已经不再喜欢。这时恩琪的父亲走了过来，他好奇地问恩琪身旁的男人是谁。恩琪介绍说这是自己的男朋友。马路礼貌地和会长问好，会长邀请马路到家里共进晚餐。在西难掩内心的紧张，饭桌上会长打听马路的背景，马路坦白自己是孤儿，提到自己大学没毕业就被退学。会长追问退学的原因，马路目光转向在西，在西感到恐慌，他害怕马路会泄露他的秘密，那会让自己辛苦得来的一切化为乌有。幸运的是，会长并不看好马路，他认为马路是个瞻权吊势的小人，坚决不让这样的人接近女儿。恩琪质问父亲对在西了解多少，指出他年轻时曾无耻地追求已婚的父亲。恩琪的言辞激怒了父亲，父亲一怒之下把水杯泼向恩琪，当场宣布撤销恩琪的继承人资格，还命令在西用金钱打发马路，威胁若马路索要过多就提起诉讼。说完，父亲转身离去。恩琪对父亲的做法不服，追了上去。屋内终于恢复了宁静，曾经的情侣重新坐在了一起，但已无法重回从前。马路调侃在西打算用多少钱来打发他，是否又想用老把戏摆平？在西反问马路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否为了报复，说如果是这样就太幼稚，直言不如直接拿钱更实在，暗示马路本来就靠出卖自己来赚钱。马路听后愣住了，他将酒杯猛地放回桌上，他没想到一个女人可以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马路愤怒的反击，他誓言要将在西赶出这里，因为像他这样的恶人不配留在这儿。马路坚信自己终将净化这个世界。在西反问马路自己能去啊，是否要回到儿时的贫民区？马路轻声说这是对那里的不敬。走廊上，马路遇见了恩琪，他心里一阵酸楚，看着这个表面坚强心里却很脆弱的女孩，他掏出手帕轻轻地为恩琪抚去头发上的尘埃。恩琪坦白他真的喜欢上了马路。马路询问他是否会为爱舍弃财富，恩琪伸出手，他告诉马路他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马路理解了恩琪的意思，他请求恩琪给他一个离别之吻，无论何时他都会等待。几日前，恩琪因得罪了父亲，当众被剥夺了继承财团的资格，父亲还将母亲留下的度假村交给在西处理，准备出售，以弥补集团的财务缺口。恩琪无法忍受看到母亲的心血被出售，他来到度假村，试图找到解决之道。他给马路打了电话，一句我想见你，让马路的心墙瞬间崩溃。他想立刻飞奔到恩琪身边。恩琪告诉马路，他现在在日本的一个度假村，这里充满了母亲的回忆，但很快这些都将不再属于他，因为他的父亲决定要将他卖掉。马路静静地听着，他能感受到恩琪的心痛。他告诉恩琪，即使他失去了一切，还有他在，他的家虽不大，但有很多空房，碗筷足够用，还有不少棉被。恩琪听后笑了，他说如果无家可归，一定会去找他。就在这时，在西出现在恩琪身边，他讥笑恩琪的无谋，并向恩琪炫耀他的得意。电话那头的马路听得一清二楚，他下定了决心去帮助这个此刻孤独无助的女孩。他无法做事，恩琪受到那些恶意女人的欺凌。恩琪拿出了母亲赠予的洋娃娃，开始虔诚的祷告，希望母亲在天之灵能保佑他战胜困难。马路开始梳理相关文件资料，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但仍旧没有任何线索。马路就站在门外，没有进去，他不想打扰恩琪。那女人最终走了出来，她洗了把脸，疲惫地躺倒在草地上。马路走到恩琪身边，想叫醒她，然而发现恩琪已经沉沉入睡。马路走进了房间，
他看到桌上恩琪整理好的材料，打了个电话给朋友，请他教自己如何分析财务报告。经过了一个通宵，马路发挥出他过人的学习能力，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望着沉睡的恩琪，马路心里别提有多高兴。马路把问题解决方案扔进了河里。女人醒来了，她看着马路，梦中无数次出现的那个男人，现在就真实的站在她面前。他的身体可能感觉冰冷，但他的心却充满温暖。面对恩琪疑惑的眼神，马路说他是来助他一臂之力的，他要帮他赢得这场战争。马路拿出他的解决方案给恩琪看，恩琪还没来得及表达感激，就匆匆赶往签约现场，但还是迟到了一步。他追问在熙为何不等他，他说自己已经找到新的资金来源，在熙却说一切都已不可更改，没有转圜的余地。恩琪怒了，他不能容忍母亲一生心血被低价卖掉，拿起桌上的合同撕得粉碎。他想给父亲打电话解释情况，在熙却抢先一步抢过电话，一巴掌狠狠地打在恩琪的脸上。恩琪难以置信地望着在熙，在熙说这一切都是会长的决定，会长决心抹去与他母亲所有的记忆。女人彻底崩溃了。在熙回过身去与美国人商定下一次的签约日期，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马路打过来的电话。他询问恩琪事务的最新情况，恩琪沉默不语。马路隐约猜到了结果，他原本就应该知道在熙不是恩琪的对手。马路让恩琪将手机的扬声器打开，然后递给那位美国人。原来马路发现了对方其实是一个空壳公司，还缠身着官司，根本无力进行融资。看着计划落空，那位美国人急忙逃离。恩琪赢了这一局，他保住了母亲的遗产。在熙盯着手机屏幕，他意识到是马路的功劳，但他此时无力回天，只能黯然离场。马路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疲惫，他希望3小时后能见到恩琪。而他们的对话被偷听在外的在熙听了个一清二楚。马路接到了在熙的电话，他感到意外，在熙表示想要见他一面，只要10分钟。马路感到犹豫，他忘记了与恩琪的约定，他只想知道在熙有何话对他说。在熙向马路吐露他的思念，他请求马路带他离开，去往任何地方，最好能去到世界的尽头。马路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到了，他转身准备离开，忽略了在熙身后的呼喊声。突然一声巨响传来，他转过身去，在熙的身影已经消失，只留下一双鞋在岸边。他没有丝毫犹豫，跳入水中。他知道自己已不再爱他，但他无法眼看在熙死在自己面前。在熙苏醒过来，他叫马路等着他，说迟早会重新站在他身边。马路愤怒难抑，他无法理解一个女人怎能如此无耻。他决定离开，他不敢再继续留下，他害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望着繁忙的夜景，马路突然想起了与恩琪的约定。他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不早了。马路拼命赶路，他要去见她，去见那个眼里只有他的女孩。他终于见到了恩琪，见到了精心打扮等他的女孩。他紧紧吻住了她，如同溺水者抓住救命稻草。度假村的事让恩琪的父亲勃然大怒，他命令仆人将恩琪的物品丢到门外，还要求他交出银行卡和车钥匙。他告诉恩琪自求多福，恩琪黯然离开。他临走前请助手俊和照看父亲，但恩琪不知道，父亲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早已将恩琪托付给了俊和。他说即使全世界背叛恩琪，俊和也要守护他。父亲希望这场苦难能促使他迅速成长。恩琪的离去让在熙欣喜若狂，他觉得自己的梦想更进了一步。恩琪去找马路，马路不在家，他现在正与在熙一起。在熙把马路工作的酒吧包了下来，他试图说服马路离开恩琪，回到自己身边，但马路却当着他的面给恩琪打了电话。马路说他知道恩琪被家里赶出来了，他邀请恩琪搬来跟他同住，还向恩琪表达了久违的爱意。在熙愣住了，他紧紧握住马路，他不肯相信马路的话，他认为马路对思琪只是利用，并无感情。马路却只是笑了，他反驳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爱他？他挣脱在熙的手，说我女朋友快到了，你该走了。在熙却突然亲吻了马路。在熙对马路说等恩琪一到，我就这么迎接她，我们一起自毁吧。马路却更热烈地回应了在熙的吻，他还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幕。马路对在熙说发出这张照片，那才是真正的同归于尽。此时恩琪正站在酒吧外面，正想进去，手机却收到了一张照片。原来他之前在检查监控时发现了在熙和助理的不寻常关系，他不敢告诉会长，只好先找恩琪商量。恩琪不愿意，看到父亲一辈子的心血白费，他决定回到公司挽救局面。安琪找到了正在罢工的工人，希望他们能回到公司支持他。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了出来，用来安置这些人。他喝得烂醉如泥，他的真诚最终打动了工人们，也为自己赢得了重返公司的机会。喝醉后的恩琪给马路打电话，他坦白了自己的感情，说自己越来越依赖他，越来越离不开他，他讨厌现在的自己。马路静静地听着，他开始后悔，他不应该让无辜的恩琪卷入这一切，但他又舍不得让他走，他想要抓住这世上仅有的一点温暖。酒醒后的恩琪看着身边的马路，他脸上洋溢着幸福。马路却说恩琪应该离自己远一些，越远越好。恩琪却听不进去，只是轻轻地吻了上去。俊和意外地发现了安琪身边的男人竟然是马路，那个曾经被控告勒索的人。他震惊之余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恩琪。马路回家后发现自己遭到了暴打，原来是在熙的哥哥出狱了。他赶到这儿询问了在熙的地址，还趁机抢走了马路的手机，用马路的手机给在熙拨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已经出狱，说他的噩梦很快会到来。在熙听后一时间愣住了，他最害怕的那一天终于还是到了。恩琪偶然遇到了马路的邻居，邻居说马路遗留了东西在他家里，让恩琪转交给马路。恩琪出于好奇打开了那东西，照片里马路青涩的模样和在熙甜蜜依偎的样子，恩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抬头时，他看见了马路，马路依旧是他心中的那个模样，是他深爱的那个人，另一个则是他最讨厌的继母。恩琪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这一切。马路注意到了恩琪脸色苍白，想要送他去医院，但被恩琪拒绝了。他并没有揭穿马路，强忍着眼泪。马路离开后，恩琪跌坐在地上，他拿出那份刚才邻居给他的文件，那是在西起诉马路敲诈的证据。原来一切都是有蛛丝马迹的，只能怪自己过于天真。恩琪从俊和那里了解到6年前的事，马路因为杀人事件入狱了，而在西则移情别恋，嫁给了他的父亲。俊和表示，如果恩琪需要，他愿意全力以赴帮助，但恩琪拒绝了，他不想让别人介入自己的事务。同时，马路去找在职猜测马路不可能杀人，一定是替在西扛下了罪名。他承诺要为马路报仇。马路听后大怒，他将妻子推倒在地，警告在职不许伤害在西，否则自己不介意再犯下罪行。与此同时，在西打电话给马路，他怀疑是马路将手机给了他哥哥，让他哥哥来骚扰自己。马路只是静静地听着，他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安琪来找马路一起喝酒，在昏暗的夜色中，两人肩并肩坐着。安琪说她累了，想要离开，因为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游戏。如果马路将来结婚，一定要告诉自己。安琪平静地说出了自己最不愿意的话，尽管马路对她不诚实，但她还是不忍心去伤害那个在她无助时给了她力量的人。她希望马路能过得幸福，即使那份幸福不是由自己提供的。马路静静地看着安琪，没有任何挽留。这或许是他内心深处一直想做却又舍不得的决定。他本该庆幸，但此刻心里却感到了空洞。恩琪失魂落魄地走在街头，似乎隐约看见了在西的身影，但他实在太累，无法睁开双眼，因为疲惫过度，他终于倒下了。在西将昏迷中的恩琪带回家，当他清醒过来，在西告诉他已经找人教训了马路，如果他们还保持联系，马路肯定会有危险。恩琪笑了笑，因为他知道马路绝不会屈服。他清楚在西的阴谋不会成功，即便马路曾经欺骗了他，他还是选择相信马路。在职打电话给在西，告诉他马路找过他，还可笑地警告他不要去找在西的麻烦，毕竟自己是他的亲哥哥，怎么可能去威胁他？在西一时语塞，他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对这个深爱自己的人，他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他。在西开始后悔自己对马路所做的一切，他决定去挽回这段关系，因为他明白再也找不到像马路这样的人了。他准备了美味的晚餐，精心化了妆，他迫不及待想要见到马路。恩琪握着那个洋娃娃，回想起与马路初次见面的情景，初次接吻的瞬间，思绪飘到了他们共同度过的每一个细节。他不在乎了，就算是被欺骗、被利用也心甘情愿，只要马路心里还有那么一丝真心，他就绝不会再放手。恩琪冒着大雨拼命奔跑，终于他按响了马路家的门铃，他用力敲打着门，大声呼唤着马路的名字。那男人迟迟不出现，冷冰冰的雨水淋在他身上。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门终于开了，他看到了日思夜想的男人。他说自己说谎了，他不想分开，他的初恋是他，初吻是他，第一次表白也是他。马路凝视着恩琪，他的伤口很痛，但内心的痛更加剧烈。他还是伤害了那个他最不想伤害的人。马路缓缓走向恩琪，然后紧紧地抱住了他，同时他注意到了不远处的在西，他的拥抱变得更加紧密。那女人精心装扮，本来是来求复合的，却看到了这让他心碎的一幕。马路和恩琪在大雨中紧拥着对方，那个男人看到了他，反而更加紧地抱紧了怀里的女孩。马路小心翼翼地为那女孩包扎伤口，他的心也跟着疼了起来。他不知道思琪为了见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他只知道自己不能再放开思琪的手。思琪想要查看马路脸上的伤，却被马路轻轻躲开。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吃饱，可是家里什么都没有。马路只好出门去买些东西，一出门就看到西留下的那个饭盒，但他没有理会，直接离开了。当他回到家时，看到恩琪已经睡着了，他小心地帮恩琪盖好了被子。他看到了恩琪留下的便条，女人希望他们明天能一起去旅行，便条下还附了一张照片。然而恩琪不知道的是，照片上的地方正是马路和在西曾经约定一起去的，却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的地方，但那都已成为过去。如今思琪才是他应该守护一生的女孩。看着恩琪安睡的脸庞，马路忍不住吻了上去。第二天，马路为恩琪购买衣服时，突然接到了在西的电话，他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原来在西从马路的助理那里得知了会长已经知晓了他们俩的关系，不仅更改了遗嘱，还指派俊和在暗中搜集他们的罪证。不久，他们将一无所有。恩琪感到了慌张，他想去向会长认错，但马路的助理告诉他，会长的性格绝不会轻易原谅他们。此时，在西又再次想到了马路，他相信只要自己愿意放弃现在的一切，马路一定会回到他身边。但此时的马路已挂断了电话，在西是谁呢？他怎么会轻易放弃？他再次拿起电话，换上了一副惊恐的表情，他用恐慌的语气给马路留言，求马路再救他一次，说哥哥要杀他。他把酒瓶狠狠地砸在镜子上。马路听到手机的提示音，看到了在西的留言，他并没有立即打开。快到家的时候，马路还是忍不住听了留言，听着恩琪急切的哭喊，他感到了慌乱。虽然不再爱他，但他还是没有办法置之不理，于是给在西回了电话。只听到哭声一阵阵传来，然后电话突然断了。这个女人真是狠心，为了让前男友回到自己身边，居然谎称哥哥要杀他，让自己看起来如同被家暴一般，同时还不忘给男人的现女友发信息，说自己和马路现在在一起。孕期看着短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应该再信任马路。马路再一次抛下安琪，来到在西身边，看着满屋的狼藉和受伤的在西，他想起小时候和在西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在熙就像现在这样，用惊恐的眼神看着他。此刻他的心又软了。去拿药箱的时候，马路接到了在熙哥哥在职的电话，在职说他昨天去釜山谈生意，和人发生了纠纷，闹到了警察局，等他去救。马路愣住了，女人又一次欺骗了他，他对女人的最后一丝感情，随着在熙的谎言而烟消云散。马路告诉在熙，他太了解自己了，甚至比自己还要了解。其实他并不想复仇，只是想见在熙一面。只要在熙一开口，他就会不顾一切，抛下一切来到他身边。马路的这番话被偷听的恩琪听到了，他的心仿佛被人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但他却感觉不到疼痛。他选择了离开。在熙表示非常后悔之前对马路所做的一切，但他保证以后不会再这样了。他决定放下一切，与马路远走高飞，但马路拒绝了。他终于可以不爱在熙了。他不顾身后女人的挽留，转身离开。马路看到恩琪开车离开，他打电话给恩琪，但恩琪并没有接电话。马路急忙回家，却发现恩琪还没回来。他不知道恩琪知道了多少，也不清楚恩琪会去哪里，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恩琪。会长命令俊和加快行动，早日将那对狗男女送进监狱。因为会长自己时日无多，他要为恩琪清除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在熙手中也有一张王牌，足以将他置于死地。恩琪穿着马路刚给他买的衣服，一个人来到和马路相约的海边。他拍下视频发给马路，看到视频后，马路慌了，他怕恩琪想不开，发疯似的冲了出去。他只知道恩琪千万不能出事，否则自己会彻底崩溃。马路终于找到了恩琪，看到女孩安然无恙，可悬着的心也落了地。看着恩琪落寞的背影，马路觉得是自己把她拖进了深渊。他开始害怕在熙会再次利用他伤害恩琪。他决定要放开这段关系，虽然心中万分不舍。马路告诉恩琪，这个地方是他和最爱的女人约定的地方，而那个女人就是在熙。恩琪却表现得非常平静，说自己早就知道了，因为不想失去马路，所以没有揭穿，还说自己不在乎他的过去。马路违心地说他只爱在熙，对恩琪只有利用之情。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接吻，第一次约会都是精心设计的，但恩琪并不相信他的话。他抱住马路，说要和他远走高飞，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此刻马路很想拥抱他，但他知道自己不能，他不敢冒这个险。他残忍地推开恩琪，口中说着最恶毒的话，但手上却给恩琪最温柔的抚摸。恩琪终于离开了，他像是个失去了生气的布娃娃。马路达到了他的目的，但内心却剧烈的疼痛。在熙去找会长，他拿出了所有会长做假账的证据，要求分得1半财产。会长在震惊之余突发心脏病晕倒，在熙慌了，他想打电话求救，却被马助理阻止，说会长不死，他俩就得死。在熙犹豫了。这时马助理发现会长的电话处于通话中，原来会长跟俊和正在通电话。马助理拿起电话，告诉俊和，他的父亲是害死恩琪母亲的罪魁祸首，如果他想父亲没事，就要保守秘密。恩琪收到俊和发来的短信，说他父亲去世了，他不敢相信，明明离开时还好好的，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眨眼间什么都没有了。万念俱灰的他把车掉了头。他看到了马路，马路也看到了恩琪，他没有躲，迎了上去。几年后，恩琪从医院里消失，在熙成为泰山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俊和为了父亲的事情深受打击，马路也开始了新的生活。马路成为一名职业骗子，为了赚钱给妹妹看病，他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害得许多家庭支离破碎，甚至有人为此跳楼，但他依然我行我素，毫无愧疚之心，还说是他们自己太蠢，太容易相信别人，跟他毫无关系。妹妹看着这样的马路，生气地说，宁愿要以前做牛郎的哥哥，也不想要现在的他。载吉觉得现在的马路就是一副行尸走肉，完全没有求生欲望。以前在熙的事情，他也没有这么绝望过。他不知道马路经历了什么，但他希望马路能够变回以前的自己。而马路只是静静地听着。在熙虽然成为集团的代理董事长，但他不光彩的情妇生涯，还是受到那些豪气阔太太的冷嘲热讽。在熙来到恩琪的房间，看着恩琪的照片，他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让恩琪出现，破坏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切。他吩咐下人，明天开始把恩琪的东西全部清理掉，房间改成自己儿子的游乐间。马路都会拿着安琪的照片发呆，因为只有这时他觉得自己才是活着的。早上马路出门时，听到2个小孩和一个女人在争吵，将马路3个字到底该怎么写。他听到那个在梦中出现了无数次的声音。马路停住了脚步，慢慢转过身，他没看到女人的脸，但他知道那是恩琪，是他曾经深深伤害的女孩。恩琪正被2个小孩嘲笑，字又写错了。马路拿起笔在墙上写下正确的名字。恩琪抬头看到了马路，女孩看了又看，终于说自己认识他，他就是江马路。恩琪很开心，他拿出相机，里面全是他和马路的照片。他说自己出了车祸失忆了，他只记得自己和马路的名字，他忘了所有的事情，但看到他就知道2人一定是非常相爱的情侣。而马路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女人询问马路，他们是不是曾经深深地相爱过？看着恩琪期待的眼神，马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女人只记得他的好，却完全忘了自己给他造成的伤害。这时玄秘书的到来缓解了马路的劲。原来当年车祸后，他和俊和害怕再次伤害恩琪，秘密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接受治疗。今天来这里找马路，就是为了让他帮助恩琪恢复记忆。恩琪来到马路家里，看着陌生又熟悉的一切，他坚定地说自己一定会全部想起来。玄秘书告诉马路，车祸后恩琪忘记了一切，现在的他不认识字，不会辨别方向，没有最基本的生存能力，还说恩琪父亲的死亡在熙肯定脱不了关系。马路静静地听着，心里早已溃不成军。恩琪今天的一切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但如果他继续和自己纠缠，一旦恢复记忆，只会更加痛苦。马路冷漠地对恩琪说，2人不是恋人关系，只是曾经一起照过相而已。他说自己很忙，
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正在这时，在职来找马路，马路怕恩琪被他看到，连忙把恩琪抱在怀里。在职调侃他，大白天的抱抱成何体统？说完识趣的离开。马路一把推开恩琪，恩琪却抓住他，问是不是因为自己现在变傻变笨了，所以假装不认识他，让马路等等他，他一定会努力的找回记忆。马路说他确实是变傻了，他们只不过是点头之交而已。恩琪根本不相信他的话，说自己的心脏记得他，他的心是为他跳动的。可马路还是走了，虽然他很不想走，他想就像刚才那样抱着恩琪，永远不松手，但他只能这样做，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了。车祸后，马路的大脑中有一块淤血，医生建议尽快手术，但手术有风险，他怕自己醒不过来，所以才会拼命的赚钱给妹妹治病。他更加不敢和恩琪相认。马路的无情让恩琪崩溃了，他明明已经记起男人，记起两人甜蜜的过往，但不明白男人为何不肯承认。在直看着恩琪的背影，他认出了恩琪，心中有了大胆的想法。他一路跟踪并拍下了视频。恩琪回到家里，努力的练习写字。他知道只有自己完全恢复记忆，马路才会接受他。马路看到恩琪留给自己的纸条，说会等他想起自己的那一天，还留下了电话号码。回到家里，载吉告诉马路妹妹离家出走，还取出家里所有的钱，还给了那些被他骗的人。妹妹宁愿自己死，也不想哥哥变成那样的人。载吉也走了。他觉得和马路在一起，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马路拿出恩琪留给自己的纸条，但却不敢去见他。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在职找到马助理，他拿出拍摄的恩琪的视频，以20层楼的公寓为代价，说自己可以让恩琪永远消失。他来到玄秘书家找恩琪，说自己是马路的哥哥，马路让自己来接他的，因为恩琪昨天在马路家见过他，所以没有任何怀疑。他很高兴，因为马路终于来找他了。玄秘书来找马路说恩琪不见了。马路想起昨天只有在职见过恩琪，他给在职打电话没人接。玄秘书想起自己曾经给恩琪的手机里装了追踪软件，马路一把抢过手机追了出去。此刻他怕了，他怕在职会对恩琪不利，他不能容忍恩琪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受到伤害。而在职却还在幻想着自己的20层公寓。终于马路看到了在职，他别停了在职的车，愤怒地质问在职是受谁指使。恩琪却下车阻止了他。马路彻底失控了，他怒骂恩琪脑子有病，没有最基本的判断力，为什么要跟陌生人走？恩琪呆住了，恩琪却说以为是他哥哥才跟着走的。马路更加愤怒，他骂了恩琪，他骂他蠢。恩琪呆住了，他说没想到马路会这么讨厌自己，他对自己给他造成的困扰感到抱歉，但以后不会再去烦他了。恩琪走了，马路想追，却怎么也迈不开步子。他知道自己再一次伤害了恩琪，在职又进了赌场，输得一塌糊涂。他骗在西说已经处理了恩琪，让在西遵守承诺送钱给他，没想到在西却报了警。在职因为尿急躲过一劫，但他知道在西绝对不会放过他。他找到马路，告诉他自己绑架恩琪是受在西指使，因为在西要除掉自己，前进路上的一切绊脚石。马路没想到现在的在西会变得如此丧心病狂，他要保护恩琪，保护那个比他生命还重要的女人。马路遇到玄秘书，告诉他会帮助恩琪得到本该属于他的一切。玄秘书看到在西的手下正在他家附近，他知道恩琪被发现了，他把家内的钥匙交给马路，让他先带恩琪离开，自己去拖延时间。很快马路来到了恩琪家里，他要带她走，恩琪却说自己虽蠢，却不会再和陌生人走了。恩琪跑进了房间，马路知道女人还在生他的气，他不怪她。他向恩琪讲述了自己和她在飞机上的第一次见面，在悬崖边的第2次见面。在他眼中，恩琪高傲不可一世，同时敏感脆弱又厌世。恩琪打开了内，马路说会把他想知道的都告诉他，但现在没时间了。他带走了恩琪，成功的躲开了在西的爪牙。马路告诉了恩琪两人相处的点点滴滴，还说以前的他是难搞的大小姐脾气。恩琪不敢相信自己以前如此讨人厌，他认为马路肯定是在编故事。恩琪看着马路，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些两人在一起的画面。俊和约马路见面，他知道马路的所有过往，但还是希望他能够帮助恩琪恢复记忆，夺回一切。马路欣然接受。在西来找马路，如今的他早已今非昔比，金钱地位该有的都有了，可他的心却是空的，因为他失去了此生最爱他的男人。马路搬家了，他紧紧握着安琪的手。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终于活过来了。今天是在西正式升任会长的日子，他很开心，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中有所值。他在台上激情的演讲，突然他的笑容凝固了。他看到恩琪慢慢向他走来，恩琪站到了本就属于他的舞台上。他说出了自己失踪的原因，因为生病需要静养，他选择暂时离开。如今他回来了，但还没痊愈，所以他找了助手，同时也是未婚夫的江马路来协助自己。在西呆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明明马路伤害了恩琪，明明他们已经分手，为什么还会在一起，还订了婚，就差一点他就成功了。他愤怒的不甘心。在西并不知道其失忆了，今天台上的讲话都是马路让恩琪一遍遍练习的结果。恩琪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和继母斗争，他很害怕，他怕别人看出他的病情。马路安慰他说一切有他只要静静地站在自己身后就好。在西想让恩琪回家住，却被马路阻止，说恩琪会和他住在一起。看着他们紧握的双手，在西却又提出让恩琪回家吃饭，却在恩琪回家后让他去向父亲悔，说恩琪为了男人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看着父亲的照片，恩琪想起在西的话，流下了眼泪。在西质问马路为什么要回来，马路说恩琪是现在唯一让他兴奋
让他疯狂，让他寝食难安的女人，他要保护自己的女人，保护她不被坏人欺负。面前的食物，他也会先尝尝有没有下毒。马路讽刺，在西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偷来的，迟早后会有归还的一天。恩琪对自己为了男人没见父亲最后一面耿耿于怀，马路很心疼，说不是他的错，不要过分苛责自己，他必须加快脚步，让一切早日回到正轨。因为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只能更加拼命的工作。马路在董事会中成功的反击了在西，让在西颜面尽失，连俊和都忍不住夸奖他是商业奇才，还说在西抛弃他是有眼无珠。恩琪告诉医生，最近偶尔会想起一些过往的片段，医生却毫不意外。他说恩琪只是在逃避自己的回忆，他希望女人能勇敢面对，早日找回自己的记忆。恩琪一脸茫然，完全听不明白。回到家里，妹妹提议恩琪和哥哥一起去旅游散心，恩琪很心动，但她却不好意思主动跟马路提。两个女人的谈话被门口的马路全部堵了去。第二天，恩琪从车中醒来，她看到了马路，满脸惊喜，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见证了他们此刻的幸福。马路不再抗拒，她遵从本心走向恩琪。不管未来如何，至少现在她是幸福的。从没下过厨房的女人幸福的忙碌着，她忙着为心爱的男人做饭。门铃响了，门外的男人出示了搜查令。他们接到泰山集团的举报，马路涉嫌从事商业间谍活动，他们要例行搜查。毫无意外，他们轻松找到了证据，他们要走马路。马路说自己的女人第一次下厨，怎么着也得等她吃完饭。恩琪一脸担心，马路却夸她汤好喝，不过好像没放盐。他让恩琪不用担心，自己有办法证明清白。马路并没有被带走，因为对方没有逮捕令。他去找了在西，在西对马路的到来并不意外。马路调侃自己虽被退学，但智商不低。他没想到在西会玩这种幼稚的游戏。在西却自信地表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把他再次送进监狱，除非他离开恩琪，离开泰山集团。面对在西的威胁，马路并没有妥协，而是选择自己到检察厅自首。他交代了自己以前行骗的一切经过，却对在西的指控拒不承认。他请求检察官对自己公平公正的调查，不要受他以前做坏事的影响。石俊和找到马助理，对他陷害马路的事嗤之以鼻，说同样是暗恋对象却不同，他爱上了天使，他会越来越好。马助理爱上了魔鬼，只会堕入深渊。恩琪决定不再躲在马路身后，他要自己站出来，找出失去的记忆。他孤身一人来到曾经的家，在西对恩琪的到来感到意外，同时他发现恩琪和以前简直判若两人，就连对海鲜过敏也会忘记。本想通过恩琪不喜欢的食物再次试探，马路找来了他，带走了恩琪。恩琪回想起刚才佣人说自己以前会为了桌上有不喜欢的饭菜就大发雷霆，他很受伤，他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是这样的人，他忽然就不想恢复记忆了。马路告诉在西，已将家里的所有监控交给了检察机关，相信他的案子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在西和马助理吃惊不已。在西来到马路家里，他质问恩琪为什么一定要是马路，世上那么多男人为什么要选马路。明知自己和马路曾经交往过，没必要为了报复自己而让自己流泪受伤。他希望恩琪离开马路，马路接近他都是为了向自己复仇。在西的话就像一根针扎进了思琪心里，他突然想起来了，他想起曾经在西也像现在这样劝自己离开马路，想起俊和告诉他马路接近他的目的，他头痛欲裂，他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他希望这只是一场梦，他不想醒来。马路来了，看到地上痛苦的恩琪，他害怕了，他怕恩琪再次离开他，他不想再承受那样的痛苦，他让在西滚出自己家，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他。在西呆呆地坐在地上，他输了，他知道马路的心里从此不会再有他的任何位置。朦胧中，恩琪看到自己开着车悲伤地朝着对面撞去，就差一点他就看到男人的脸了。恩琪醒了，面对马路关切的眼神，他没有说话，再次闭上了眼睛。俊和来看恩琪，他想上前却迈不开脚步，他知道此刻只有马路能帮助恩琪，他只要能远远地看着他，幸福就够了。恩琪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开着车悲伤地朝对面撞去，就差一点他就看到男人的脸了。马路发现恩琪又不见了，他紧张地到处寻找，终于在医院的长椅上，马路找到了睡着的恩琪，女人却再一次忘记了他是谁。马路呆住了，但他知道恩琪只是想起了不好的回忆，不敢面对。他带女人回到家里，拿出两人的照片交给恩琪，恩琪不肯相信眼前的一切，他把照片摔在地上，由于情绪激动，女人晕了过去。马路就这样抱着她整整一夜。早上在西来了，妹妹讽刺在西是个叛徒，是个恶毒的老女人，在西却并不生气，说她现在虽然得到了一切，但并不快乐，因为没有马路陪在身边。她说今天来是为了接恩琪回家，毕竟她是恩琪的继母。马路愤怒了，说如果在西再招惹恩琪，他现在就会要了他的命。马路给恩琪送来果汁，恩琪打翻在地，马路并不生气，他一次次的送，恩琪一次次的摔，直到恩琪划伤了手。马路心疼的给他涂药，他很高兴恩琪能对他发脾气，他知道恩琪想起了自己的欺骗，知道恩琪心里难受，他希望恩琪不要再折磨自己，有什么怒火都可以冲着他来，哪怕让自己消失他也愿意。他又一次去拿牛奶，等他回来发现恩琪终于哭了出来，他用嘶吼发泄着心中的怒火。马路悄悄放下牛奶退了出去，突然马路的头开始剧烈的疼了起来，他的病情又加重了。马路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在受苦的时候想要接近彼此会那么的疼。早上恩琪平静地和马路打招呼，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梦中的马路变成了坏人，欺骗他伤害他。马路问他如果自己真是那样的人他会怎么做，恩琪说自己肯定不会原谅。马路笑了，他说他安心了，说如果梦是真的，恩琪一定要对他狠一点，千万不要手软。恩琪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女人为了金钱和地位抛弃相恋多年的男友，
成功之后却感受到了孤独，为了挽回前男友的心，居然卑微的向男人下跪。马路阻止了黛西，他感到愤怒，女人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和背叛，让他彻底寒了心。他对黛西早已没有了爱，他也有了想用生命去守护的女人。马路的绝情让黛西心中的仇恨更加强烈。他已经从马助理哪里知道了恩琪失忆的事情，决定利用其监护人的身份得到恩琪所有的股份，包括马路他也是势在必得。董事会上，他正准备揭露恩琪的病情，一张写着他曾雇凶绑架恩琪的纸条出现在手中，原来是马路找来了在职，在职知道在西的一切秘密，包括曾经杀人让马路顶包，马路想用在职来牵着他，而这正是在西的软肋。无奈之下，只得恢复了恩琪集团代表的身份。在西找到马路，说他可以放弃一切，放弃会长的身份，只要马路能够回到自己身边。马路却嘲讽他，总是想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的谈话被马助理全程看在眼里，他拉住在西，质问他为了一个抛弃自己的男人，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切值得吗？在西并不理会，他买下马路住过的房子，看着熟悉的一切，好像马路还在自己身边，但他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他永远失去了马路，失去了曾经满心满眼都是他的男人。看到路上亲吻的情侣，根奇问马路为什么从来不吻自己，为什么？他感觉马路总是与自己保持着距离，好像随时都要逃跑。他问马路以前有没有吻过自己，马路想起了两人的第一次接吻，看着安琪期待的眼神，他否认了，因为他不敢让安琪对自己抱有太大的期望。安琪满脸失望地松开了马路的手。俊和告诉马路，在西挪用公款嫁祸给了恩琪。马路很愤怒，他找到公司的财务部部长，谎称手中有他做假账的证据，他希望对方能说出真相，还恩琪清白。说完转身离开。他没有注意到马助理的狗腿正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马路做梦都不会想到，此刻他正被全世界的警察通缉。马路从载吉口中得知自己正被警察通缉，他找到了在西，他让在西澄清恩琪挪用公款的事情，然后向恩琪道歉，还让在西保证不再伤害恩琪，不然就把他做的所有坏事公之于众。正在这时，警察来了。马路看着在西，他觉得在西又一次出卖了他。马路的事情让恩琪很自责，认为马路都是为了自己才会去找财务部长，才会被抓。他去找在西，让他放过马路，说自己愿意放弃一切，包括泰山集团，他只要马路平安。在西很震惊，恩琪为了马路放弃了一切，而他却为了金钱放弃了马路。一个陌生的男人来找恩琪，拿出恩琪和男人的合照，说两人是初恋，恩琪却毫无印象。男人深情地诉说着两人甜蜜的过去，还有第一次接吻的情景。男人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恩琪，他想起了自己在大雨中向马路告白的情景，也想起了和马路的第一次接吻。他挣脱了男人的手，其实男人并不是他的初恋，而是在西找来只为拆散他和马路。马路就要出狱了，因为在西已经成功得到了泰山集团，他拿出一大笔钱让真正的凶手去自首。马路看到了恩琪，他微笑着走向他，恩琪却突然变了脸色，他骂马路是骗子，说他永远也不会原谅他。马路的笑容慢慢凝固，他最担心的事还是来了。恩琪生气地问马路为什么不肯承认两人曾经接过吻。马路看着恩琪，他让女人记住这一刻，因为这是他的初吻。说完深情地吻了上去。恩琪带着马路来到他以前居住的地方，说这里是自己向马路表白的地方。他想起了两人甜蜜的回忆，他希望马路和自己结婚，希望每天一睁开眼就看到马路，希望两人成为真正的家人。看着恩琪期待的眼神，马路同意了。此刻他想满足安琪所有的愿望，哪怕以后女人记起一切会恨他。恩琪开始幻想自己穿婚纱的样子，幻想自己的婚礼和蜜月，幻想以后要生9个孩子。马路只是宠溺地看着他，他突然不希望恩琪恢复记忆了，他希望时间可以静止在这一秒。此刻马路有多幸福，在西就有多失落。他一个人来到和马路经常光顾的小酒馆，一杯接着一杯，回忆着和马路的会经，借着酒劲对在场的男人发泄着心中的愤怒与不甘。马助理赶来带走了他，看着在西落寞的样子，马助理很心疼，忍不住想吻在西，却被女人躲开。在西不明白马路以前那么爱他，现在却为了别的女人一次又一次的伤他的心。马助理让他振作起来，说自己会一直陪在他身边，站上权力的最高峰。恩琪又一次梦到了自己出车祸时的情景，男人的面孔依旧模糊。恩琪上网查找他的车祸记录，结果一无所获。载吉已经知道了马路的病情，他劝马路尽早手术，马路却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妹妹彻底痊愈，恩琪也回到了自己身边，他希望载吉能成全自己的幸福，哪怕就一天。清晨家里的欢声笑语让马路不想醒来，他想永远活在自己的梦境中，那样自己就能永远幸福下去。在西看到了马路和恩琪的婚讯，他找到马路，卑微的祈求男人不要结婚，不要抛下自己，恩琪可以给的自己也可以给。马路却嘲讽他根本不配拥有爱情。在西找到恩琪，他想告诉女人自己和马路的关系，破坏他们的婚礼，被俊和赶到及时制止。在西开始在集团内部散播恩琪失忆的消息。为了应对这次危机，俊和提议恩琪和马路将婚礼提前，马路就可以尽早接手恩琪的股份，以免落入在西之手。恩琪想知道一直困扰自己的车祸真相，他问俊和被自己撞伤的人现在何处。俊和以对方已经出国为由搪塞过去。马路知道他不能再提着偷来的幸福，梦该醒了。恩琪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回到办公室，恩琪发现桌上有一份文件，打开之后发现是他车祸的事故报告。马路的名字赫然出现，女人紧紧盯着上面的字，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关键信息。她想起来了，想起了车祸的全部真相。马路的脸第一次清晰地出现在车祸里，恩琪跌坐在地。她想起了和马路的所有过往，包括欺骗。马路来找恩琪开会，
女人已经恢复如初，她看向马路的眼神依然温暖，心却在滴血。理事会上，面对董事咄咄逼人的质问，安琪坦然地承认了病情，自愿辞去理事一职，并提出从基层做起，靠自身的实力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安琪的决定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马路却夸奖她做得漂亮，有以前恩琪身上杀伐决断的感觉了。恩琪很意外，她觉得马路应该会怪她破坏了自己的计划，马路却问她想要什么奖励。和所有女生一样，恩琪选择了鲜花、奶茶、包包，外加一个吻。男人第一次给女人送礼，他精心地挑选着每一份礼物，耐心地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而此刻的恩琪却第一次来到了父亲的墓地，她很愧疚自己为了男人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但以后不会了。恩琪对着父亲的遗像发誓，定会让背叛他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恩琪来到约定的地点，冷漠地看着男人为自己准备的一切，听到身后男人的声音，瞬间恢复了往日的表情，说感谢男人的礼物，他很喜欢。马路说还有第4样礼物，说完吻了上去，情到浓时。恩琪睁开了眼睛，恩琪翻看着自己曾为马路写下的日记，觉得无比讽刺。他来到楼下，抱住正在做早餐的马路，说自己又做梦了，梦到马路离开自己，梦到自己坠入深渊。马路想带女人逃离，逃到一个只有2个人的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恩琪同意了，马路很高兴，把精心准备的戒指放在恩琪桌上，却在无意中发现了女人扔在地上撕碎的日记。马路呆住了，他知道恩琪恢复了记忆，因为那张事故报告是他放的。马路本该开心的，因为这是他一直期待的结果，但他很失落，因为他知道自己和恩琪再无可能。恩琪打电话给马路，说喜帖已经印好，他很期待2人的婚礼。马路静静地听着，他知道女人在演戏，知道女人已经不再信任他，但他愿意陪他演，愿意承受恩琪所有的怒火，只要还能待在他身边，只要还能看到他。恩琪找到在熙，希望他能以母亲的身份来帮他筹备婚礼。在熙很不情愿，但却毫无办法，看着穿婚纱的恩琪，一脸无辜地看着自己。在熙恨不得上前撕碎了他。马路只是静静地看着2个女人之间暗藏的杀机。在熙觉得一切都是马路的主意，觉得马路还爱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吃醋。在熙激动地抓住马路的手，恩琪推门进来，看到了眼前的一幕，却选择无视，直接坐在马路身边，因为恩琪还约了宰吉和妹妹。他想看到明明互相认识却装作陌生人的几人拙劣的表演。马路不知道恩琪还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报复自己，直到恩琪不再需要他，在熙给马路道歉，对这些年给他造成的伤害道歉。他愿意把集团的重大决策都交给马路，只要马路能留在自己身边。马路却说那他会第一个清理掉他，因为他是恩琪前进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今天是女人大喜的日子，新郎和准岳母已经相恋的消息却意外冲上热搜，劲爆的新闻让婚礼现场乱作一团，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事件的女主角仓皇之下逃离现场，男主却迟迟没有出现。恩琪一脸平静，因为是他导演了这出闹剧，他要让2人为曾经的欺骗付出代价。人群散去，新郎终于出现。马路看着恩琪，满眼心疼，因为是他将无辜的女人推进了万劫不复的境地。男人早就知道女人恢复了记忆，他很愤怒，愤怒恩琪这种伤敌800自损1000的做法，应该把所有的怒火对准他和在熙，为何要把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女人却说只要结果是自己想要的，他会怎样都无所谓，哪怕一起下地狱。俊和带走了恩琪，马路感觉自己被抽空了灵魂，他再也没有理由可以陪在女人身边了，但他还是会帮助恩琪早日夺回一切。马路找到在熙，承认今天的新闻是自己一手策划，还说从始至终爱的都是在熙。他问女人能不能抛下一切跟自己离开，女人并不相信他的话，知道男人一切都是为了恩琪，但还是很心动。恩琪将自己泡在浴缸里，冰冷的水温并没能减轻心里的疼痛。他想马路，很想很想，本该恨的，但他做不到。俊和不知道该怎样安慰眼前的女人，只能陪着她默默流泪。恩琪搬回了家里，在熙虚伪的说着欢迎的话，还说马路承认泄露消息给媒体，只是为了报复自己曾经抛弃过他。恩琪很震惊，他不明白马路为何要替自己承担一切，明明不爱自己。马路想给恩琪打电话，想问她过得好不好，有没有生病，他很担心，但已经没有了资格。手机响了，是陌生的号码，接通之后却没人说话。第六感告诉马路是恩琪，他很激动，但不敢出声。2个相爱的男女，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思念彼此。马路送喝醉的在熙回家，看到恩琪的瞬间，松开了扶着在熙的手，这是他的目的。他想见女人，却只能以这样卑劣的方式离开时，马路还是忍不住心中的思念。来到恩琪的房间，他很想抱抱她，但他不敢，只能礼貌性地问女人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恩琪没有说话，马路走了，女人想追却没了勇气。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明明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马路还是给恩琪打去了电话，嘱咐她好好吃饭，不要生病，不然她会心疼。明明相爱，明明只有1墙之隔，却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关怀。恩琪怀疑父亲的死与在熙和马助理脱不了关系，因为他们是父亲最后所见之人。俊和却不敢告诉他真相，他怕恩琪会失去理智，更怕女人会受到伤害。他把证据交给了马路，希望马路能找到既能保护恩琪，又能将坏人绳之以法的办法。随后他就来到马一鸣的办公室，递交辞呈，同时让他尽快自首，不然就会把证据移交警方。却不知他的行为为自己埋下了祸端。马路静静地听着俊和交给他的录音，心中早已惊涛骇浪。他知道在西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没想到他会对共同生活的丈夫下毒手。他开始担心恩琪，担心利欲熏心的2人会将魔爪伸向心爱的女孩。他找到在熙，他觉得是自己把眼前的女人变成如今的模样。
他不该在6年前替女人顶罪，才会让他一错再错。心中完全没了是非观念，他希望女人去自首，出来后开始全新的人生。而这一幕被远处的恩琪全部看在眼里。在西告诉马路，有人用一座公寓为筹码，让他杀了马路。男人却毫不慌乱，他让在职马上动手。面对这样的马路，在职下不了手。他们的对话被内外的宰吉听到，宰吉告诉在职，就算他不动手，马路也会死掉，因为马路得了很重的病，个可能随时都会没命的病。恩琪和马路同时接到了俊和出车祸的电话，恩琪认定俊和的车祸一定是在西和马助理所为，俊和一定是发现了他们的什么把柄，才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还说父亲的死和他们也脱不了关系。马路却劝他没有证据不要乱说，因为他不想恩琪处于危险之中。恩琪却觉得马路是在偏帮在西，他让马路好好保护他的女人，他一定会找到证据，把他们全部送进监狱。女人无意中听到心上人掌握了自己所有的犯罪证据，并准备交给警方时，在西害怕了，他怕自己努力多年得来的一切化为泡影。他来到医院，想从俊和那里打探消息，恩琪阻止了他，说想见俊和就得打开包包，脱掉衣服让他检查，看看身上有没有危险的凶器。在西瞬间变了脸色，但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照做。正想脱衣服时，被赶来的马路制止。看到男人对在西的关心，恩琪生气地转身离开，不放心的马路紧紧跟随。马路说，恩琪刚才的行为只会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恩琪却觉得男人是心疼在西被自己侮辱。面对心爱之人的误解，马路并不解释，反而提出自己会24小时待在女人身边，避免她再做错事。事实也的确如此，就连上厕所，马路也会守在门外。他只能通过这样让人误解的方式，守在心上人身边。在西西问马助理俊和的事情，为何不经过他的同意就擅自行动，男人却说他会自首，他会承认所有的罪名。在西说他不会感激，让别人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买单。他觉得自己可怜又可悲。在西约马路来到充满回忆的地方，拿出一份文件交给马路，里面是恩琪父亲做假账和行贿的证据。这份文件足以毁了泰山集团，毁了恩琪所拥有的一切。他想用此换取俊和交给马路的录音笔。马路犹豫了，他找到恩琪，他想带女人逃离，逃到一个没人找到的地方。女人虽然有了一丝动摇，最后还是拒绝了，因为她要守护父亲留给她的泰山集团，还要找出父亲死亡的真相，这些都比爱情来的重要。男人明白了恩琪的选择，他找到在西，说已经把录音笔交给了警方。他也不再害怕在西会公开证据，因为他会守护恩琪，守护恩琪想要守护的一切。马路让在西去自首，在西拒绝了，说宁愿死也不会自首。他让马路陪他一起死，反正他们都是失去爱情的可怜虫。马路很愤怒，他不想死，虽然从没得到过想要的东西，但他想活着，他想永远守在恩琪身边。突然他的头又开始疼了，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离开了这里。终于他倒了下去。女人从哥哥口中得知最爱的男人将不久于人世，他彻底慌了，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在西后悔了，后悔曾经无数次对马路的伤害，他要去找他，陪他走完最后的时光。虽然男人已经不再爱他，出门时他碰到了恩琪，想到马路曾说喜欢的东西从没拥有过，他突然想成全马路，成全马路最后的愿望。他告诉了恩琪马路生病的事情，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失声痛哭。恩琪来到医院，他已经从宰吉口中知道了马路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知道马路为了能够陪在他身边拒绝手术的事情。他的心疼了，但他并没有进去，他不知道怎样面对马路。恩琪选择了离开，一个人孤单地走在路上，他回想着和马路所有的过往，不禁潸然泪下。而就在不远处，有个男人正狠狠地盯着他。马路从手机口中得知恩琪来过，他跑去找他，而此刻的恩琪也停下了脚步，他发疯一般返了回去，他要去找他，他要告诉马路自己心里从没真正恨过他，因为舍不得。终于他们看到了彼此，慢慢地朝着彼此走去。突然马路看到了安琪身后的男人，他飞奔过去，将安琪紧紧抱在怀中。时间好像静止在了这一刻，男人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剧烈的疼痛阵阵传来，但他不想让女人担心，就谎称自己是从医院偷跑出来的，他要回去准备明天的手术。恩琪虽然不舍，但还是同意了。离开时，恩琪询问马路车祸时明明可以躲开，为什么不躲？马路却说时间太久记不清了，气吻了他，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的吻。虽然马路的身体疼痛无比，但心里却是满满的幸福感。恩琪走了，鲜血已经染红了男人的双手。马路倒下了，倒下的瞬间，他想起了恩琪的问题，他永远都忘不了车祸使恩琪那满是绝望的眼泪，他就想陪着她，哪怕是死，因为他早就爱上了恩琪，爱上了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女孩。在西决定自首，因为他不想一错再错，也不想男人为了自己继续杀人。他来到警察局，交代了自己所有的罪名，包括6年前的杀人事件。这一刻，他终于还了马路清白，也让自己错误的人生有了重新来过的机会。6年后，妹妹嫁给了从小就暗恋的宰吉，还有了可爱的女儿。在职开了一家炸鸡店，每天都会给玄秘书写情书。坚持之下，终于抱得了美人归。俊和也醒了过来，他彻底放下了对恩琪的感情，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西和马助理都已经出狱，他们都为所犯的错误付出了代价，各自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恩琪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在宁静的小镇上开了一家远近闻名的炸鸡店，因为这里有他最爱的男人。马路在6年前的手术中失去了关于恩琪的所有记忆，他在教授的帮助下重新回到美国，完成了学业，再次成为一名医生，来到梦想中的小镇开了一家诊所。他每天都会到这家以难吃闻名的小店里吃饭。他不明白为何总是会不自觉地想向女店主靠近，想不明白为何每次的靠近都会有心痛到窒息的感觉。马路知道女人每天都会偷看他，
甚至偷拍她，但他却不会恼怒，反而很欢喜，甚至会在女人每天的必经之路制造偶遇。夕阳的余晖下，马路将6年前从前没有送出的戒指放在女人面前，他很感谢命运，感谢命运让他在今天终于想起了女人，想起了他们的往昔。女人掩饰不住的欣喜，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刻。